这个活是我这个挖机买来接到的第2个大活。你们觉得这个活多少钱才能拿得下来？今天东家找到我，让我帮他挖一块场地。他说这个场地的话，用来建一个小烤房。这些土里面基本上种烤烟比较多。大概了解了东家的要求之后呢，咱们就开始开挖。咱们先把土里面这一层好土给这个东家，给他收到一堆收起来，因为等一下场地下面的泥巴要全部扔到这上面来堆着，最后的话还要给它扫平。像这个表面上面的这些好泥巴，如果说给它埋到下面的话，来年种地它就不长粮食。所以的话，东家就告诉我，让我把这些好土给它甩到一边，这样的话，就算那些泥巴堆到那上面的话，影响也不会太大。我把那些好土全部甩到一边了之后，就开始甩下面的泥巴。按照东家的要求，大概给他甩到了他需要的这个宽度。我们把宽度大概甩出来了之后，然后呢，这个边坡就来给他修一修整一整。之前甩了一下午的时间，就甩成了这个样子，这个土。然后呢，这个大概场地的宽度，这个东家又看了一看，好像感觉这个宽度不是太够。然后呢，这个东家他又看了一下自己的荷包，又算了一下预算，下面场地呢还想再挖进去2米。我给东家说，如果下面场地还要想进去2米的话，那么上面基本上还要再过去3米多才可以。那我又到上面土里面来，把那些好土再往里面传了一遍，然后又把这些干土再往里面使劲的堆。把这个场地清理出来之后，我还是让这个东家放了一条线。我给东家说，让他放条线，这样的话我好挖。这样他想要我挖多宽，我就可以给他挖多宽，也不用我在那里埋头苦干的挖。这个活干的这个工程量越搞越大了，这也是我这个挖机买回来干到的第2个大活吧。第1个活呢是修路，修了7、8天。这个活呢虽然说不算大，但是也不算小，也挖了2天多吧，接近3天。现在我又把这个土又甩了一遍，这个宽度的话，挖成这个样子基本上就差不多。我又继续来修边坡，现在可以看到天都已经黑了。但是想着现在经济又困难的情况下呢，咱们还是每天加班，给这个东家早点把活干完，早点结账。这个土它特别的硬，特别的结实。边上这个边坡呢，我们基本上给它刷力一点没有关系。东家告诉我，他后面还会在下面砌个2、3米的那个石头的挡墙，这样的话它就不会塌方。所以这上面这个边坡，我给它稍微刷力一点点都问题不大，主要是要把它修好看一点，然后也要实用。我把边坡刷好了之后，然后我就告诉东家，让他还是叫一个车子来转泥巴好一点，因为我这样甩的话太浪费时间了，而且这个土甩的距离也比较远，甩得我头也昏。然后这个东家呢也同意了我的建议，隔天呢又叫了一个车子来转土。这个对于我来说，我甩着的话非常远，但是对于这个车子来说，基本上这个距离的话就很近了。这个车子拉一趟30块，你们觉得这个车子拉这么近的距离，20多米远，30块一趟内转，你们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？今天叫这个车子来拉了1天的土，刚好就把这个场地里面的这些大土全部给它装完了，装了差不多40多车吧。我们把土装完了之后，最后就来开始剪平这个场地了。东家说他这个场地呢和这个马路差不多平就行，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场地给它剪平出来。剪平出来之后，这个场地里面有几个孤石，就是比较孤独的石头，在那里很烦人。你说你不换炮头打吧，留在这里这个场地又不好看。等一下我把这些挖土该干的活全部给它干完了之后，再来给它解决一下这个地里面的这几个孤独的石头吧。在这个边上又给这个东家修了一条路，因为他后面还有土地要种，
以后的话，它方便直接把3轮车开到地里面，就可以装那些农作物了。该修的路咱们给它修一修，上面甩在这上面的这些土，该给它平一平的，这个它来年也好种这个地。本来我想把我甩在这里的这些好土，给它撒到上面做一层的，然后东家呢告诉我不用那么麻烦，就把这些土给它平在这个上面就可以了。把土也平好了之后呢，咱们就来解决他家这个场地上面的这几个小石头。我安上了我的这个哒哒哒，然后呢，咱们来把这个石头给它破小以后，它可以用这个小石头来给里面这个边坡下面砌一个围挡，一个挡墙。这个挡墙呢，不用砌太高都可以，因为这个土的话还是比较结实的，一般情况下它不了方。经过我3下2除2，就把这些石头全部给它搞定了。好了，现在就是这个场地全部挖好了之后的样子。在每一个地方干活，尽量把每一个活都给东家做好，做满意，留下一个好名声。这样的话，我感觉以后活才会越来越多。加油吧！